骗他好吗？你就是骗我，哪有骗？你用你的美色骗我，你现在在酒吧骗我喝醉，然后骗我喝醉。是谁灌醉我啊？是谁一直喂我酒啊？骗我喝醉之后，是谁摸我大腿啊？会不会这次见面之后，我可以真的摆脱前任？我是带着这个想法去跟卡卡见面的，而且我那时候还在想说，要不干脆就不要约了。影片开始之前，要帮我们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来个啾！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是贝拉，我们是阿卡贝拉。今天的主题是40万 QA。我自己是觉得，你当然会有一个你中心的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个性，但是会为了对方去调试。但我觉得这并不算不做自己，我觉得而是一种成长。在情侣关系中，你可以处理的圆融，你有时候可以让步，因为单纯的讲做自己这件事情，例如说我就说你就是要去洗碗，我不洗碗的。有人可能会以为这是做自己，可是这个东西就是别人凭什么一定要帮你洗碗？我现在都没叫你洗碗，都叫我弟洗。这种东西你要去沟通跟互相配合的，这个我觉得算是一种学习沟通的成长。而不是不做自己。我觉得主要是看你舒服，看你觉得有没有必要跟舒不舒服。因为我的个性是，我觉得坦诚对我来说比较舒服，然后加上这段关系我觉得适合，所以我才特别去面对这件事情。每一个人的状况其实真的蛮不一样的，彼此舒服就好，但也不能因为你舒服就逼另外一个人做不舒服的事情。放弃沟通，我觉得不好，因为放弃沟通其实就放弃一起前进。当然，另外一半有时候可能真的有一些心结，或是有一些坎过不去，当下可能没办法立刻转变，可是并不代表他不能一步一步尝试，一步一步来。例如说，我可能要被他突然变超积极、超正面，然后就直接一直强迫他，这个当然不行，因为他就不是这样的人。可是你可以去鼓励他，像贝拉最近去看了心理医生，抓到这个机会，我就很鼓励他，就觉得他居然愿意做这件事情，他甚至愿意在 IG 上面直接发文。IG 发文这件事不是我叫他做，是他自己发的，去讲述了他之前这个负面的经验，但是他是用正面的方式去鼓励人。然后我就抓到这个经验，就说老婆你真的很棒，你看大家的回应真的很好你真的有帮助到人然后他就会觉得为什么你现在讲说老婆你好，为什么看起来都很敷衍？我真的觉得你很棒那不然要怎么办？老婆你好棒可能是以前的那个我的想法已经置入在我脑袋里。我还是有做不好的地方啦，可是就是要一步一步来。然后他真的觉得做的事情对你有帮助，对他有帮助的时候，趁机赶快鼓励他。不可能立刻做到10分，可是他可能假设先做3分，但你有鼓励他，就会更愿意去做到4分、5分，最后有一天做到10分。我觉得好像是我们的脚步不一样，我们的节奏不一样。对，工作狂，我是一直不觉得我工作狂，但是他就觉得我是，所以我们在调和这件事情花了不少时间。因为我可能会给贝拉太多压力，然后贝拉也会让我觉得为什么能冲的时候不冲。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很常花时间沟通，所以其实我们互相影响。例如说，他让我学习怎么样放下脚步，然后去思考哪一些事情先做，哪些事情还不需要这么急着做，然后都留给自己一些跟自己相处、跟自己对话的时间。可能我也有鼓励到他，就是要更积极之类的。我们好像是讲一讲，一直没做其实我觉得可以出一个就是你的手绘，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就会想要我们的脸，就像 Blackpink 的脸。我买 Blackpink 我就想买他们的脸但我觉得你手绘的话，应该蛮多人会想买，画可爱一点。我们在思考看看怎么样比较好。你们如果有一些想法，觉得手绘好还是大头好，你们也可以跟我们说。我们本来以为限制只到2年，可是发现现在有3年到4年，所以我们可以再去设定它。我觉得是见面会，就是到现在还是会回想起那时候的那个感觉，看到大家的感觉就觉得很兴奋，很兴奋。然后我是觉得见面会也蛮幸福的，没想到这么多人支持我们，让我们可以就是带给大家这些欢乐。虽然准备真的好累，真的好累我可能短时间不会想再用。然后，但是我觉得除了见面会之外，去参加上班不要看园游会的时候，我们是参加画画
的摆摊嘛，然后我本来以为就是可能就那一天就画了10几张就差不多了，没想到我们可以画到100多张，没想到大家会这么喜欢，虽然真的好累哦，真的，可是觉得蛮开心，因为你可以直接看到大家看到那个卡片的，因为我都会盯着大家的脸，然后可是我知道大家会很害羞，所以我就会看一下，然后赶快画，然后就会看到他们表情就这样，他们在憋着。然后最后拿到卡片的说谢谢，可不可以拍照？然后我就觉得好可爱。然后甚至是有一些是直男，然后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贝果，但是就也觉得也蛮酷，也蛮可爱的。就看到大家就是在我面前开始慢慢脸红的样子，蛮印象深刻的。你是 S 吧？可能对贝果是 S， 对你是 N。好。7连杀，因为我亲到嘴巴痛。有在痛吗？我又不用咬你。没有，是那种你知道一直摩擦的感觉。我记得还是微电影哎，微电影毕竟是一个不同的拍摄情况，然后故事也说的比较细腻 ，tempo 啊配乐什么也不一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还是对这个印象最深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刚上片的3周年我们的对话，主要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蛮值得纪念的，很多情侣我觉得都蛮适合拍这样子的内容。同时我还蛮意外，因为我收到很多回馈是我自己的朋友，他们不是女同志。他们平常不会看我们的片，但是他们却主动看了我们的影片，然后主动来跟我分享，说他们觉得很感动。他们说，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给他们当参考，也可以有呼应，有代入感，然后他们不会觉得女之间的感情跟他们异性恋会不一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蛮特别的，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有所感触，很好。专辑的话可能要再等等，但是单曲现在已经在准备了。然后签唱会的话，我可能要先练习一下，不要那么害羞。这些应该都会安排在计划之内。这个签唱会你在那边害羞，到最后都我在签，笑死。对，然后就是你在唱。不行哦，我会走音，那个好难唱哦。我没有骗他好吗？你就是骗我，我哪有骗你？还好你不是什么杀人魔，不然我就被你杀掉了。我哪有骗你啊？我是问你我家很漂亮，你要不要上来看一下？你用你的美色骗我，你现在在酒吧骗我喝醉，然后骗我喝醉。是谁灌醉我啊？是谁一直喂我酒啊？骗我喝醉之后，是谁摸我大腿啊？是你先弄我，我才摸你的。我弄你什么？你就在那边你看起来好开心哎！你开心，但是我摸你啊。对啊，但我没有骗你啊！哎，用之前词要注意哎，正大光明的问他，然后他说好，我没有骗他。你知道那题目是什么？这个有回答到吧？哦，会拍吗？会拍吗？好啊，我们可以纳入那个脚本参考，我们可以到时候看剧情怎么样会比较好看。你这样大家就学坏，以后就是说，哎，我家很漂亮，你要不要上来参观？啊，他家真的要很漂亮才行啊！啊，我没有骗你，我家真的算蛮漂亮的吧？没有。对啊，那我没有骗你啊。好啦好啦。那如果说要看猫咪的话，我也是。你也才不这么激动啊！我也是一只小野猫啊，不好吗？好啊，那现在是什么？胖橘猫？你才大蓝香蕉啊？蓝色的大香蕉啊。好。一个是床戏，因为真的很多人就在旁边，然后摄影机就在你旁边说你要叫怎么样，然后你不要太激烈，就是你要怎么叫，然后别人还要控制你，就的确是一个挑战。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跟酒吧老板娘在对话的时候，因为台词还蛮多的，然后要怎么样尽量自然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啦。当演员真的不容易 ，respect 所有演员，真的。我就真的，也在问你啊。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段很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都蛮好玩的。因为我的戏份也比较少啦。后面的问题是什么？哪一个桥段让你印象深刻？是这样啊。故事要不要改编？我觉得可以接受一点点改编，因为我觉得真实故事可能大家会太流水账了啦。对，太多细碎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个故事其实还蛮多改编的，然后像是我姐姐看这次微电影就会说，为什么你在里面那么孬啊？人家来了你还躲到椅子下，你这什么孬呀？你为什么不出去啊？然后我就说，现实中比较孬的其实是他。对。然后但是我有那样子的心境没错，可是这个心境是我会担心见到贝拉会不会跟想象中不一样，会不会破灭？但我那个心境是因为我在家自己想跟这个担心，我把它记下来。不改编的话，直接去拍我在家在那边想，你就会看一个人这样，
就是它的戏剧的张力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才会把它移到酒吧里面呈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改编的故事是好的，真实没有那么孬，我真实就是小野猫。不是我们取的，是导演取的。导演就只是觉得，因为毕竟是改编故事，所以不要用我们原本的名字。一开始就有床戏还不够黑哦，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篇幅啦，然后可惜吗？我是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说不定下一集会出现。对，因为我觉得现在微电影的开头跟断点蛮刚好的，再延伸的话，我觉得就是要放在续集里面会比较好。不是，因为这次还蛮多创作的东西是我们跟导演互相讨论一起弄出来的。毕竟他是在电影上面的专业，然后 Wonder 我们的故事的确是从 Wonder 开始 ，Wonder 算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所以我们觉得 Wonder 蛮不错，因为 Wonder 你有渴望的感觉，然后又有像 Wonder Woman 神力女超人的这种感觉，所以蛮有关联的。刚好 Wonder 的谐音就是 Wonder， 所以我觉得导演取的这个蛮不错的。对，这个部分就是真的有在讲电话，但是没有像微电影演的那么激烈的争吵。但是我的确是到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然后跟前任讲电话，然后社长才过来找我这样子。等的觉得我该去救他了，差不多了，然后就才过去找他。但是实际上前任没有冲过来，而且实际上那一天酒吧很安静，就我们2个客人，所以跟实际差很多。时间过了，我们都已经播完了。续集的话，续集感觉可以，要看到时候状况，因为如果续集也只有9分钟，好像有太短了，到时候可能要看看。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我当主线好，因为是我写的故事，所以就是我的角度去出发、去改编的。题目是什么？我好像不在同一个世界。蛮紧张的，而且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会不会这次见面之后，我可以真的摆脱前任？我是带着这个想法去跟凯凯见面的。那你会不会怕跟你想象中不一样，你不敢面对我之类的？那时候当下是他不太敢约出来见面，他一直拖。因为那时候交友软体，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蛮重的那个防备心啦。而且我那时候还在想说，要不然干脆就不要约了，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聊下去就好了。你觉得这样比较爽，是不是？对。后来看到你其实蛮正常，跟你聊天也蛮正常的。哦，你说怕我可能是坏人，要骗炮之类的吗？对啊。哦，你应该会很开心吧？会啊。可是微电影里面已经演出来了，就是带着他跑掉了，现实很尴尬哎，可能叫警察吧，可能还是会偷偷走掉，或者请 Wonder 的员工或老板帮我们挡一下人，然后我们赶快趁机走掉。但如果很激烈的话，当然还是找警察之类比较好。不得不说，他的前任真的有点可怕。哪天你们真的发现是谁的话，也不用去太打扰对方，私讯他，或是做一些太激烈的反应。当然不会直接给他们看，当然不会啊，那个有床戏耶，拜托。但他们如果真的自己有兴趣去看，我也是不会拦他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个专业演员在演戏的感觉。是这样说没错了。对，但是我当然会觉得尴尬。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他们真的自己想看。如果他们看到我，可能会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跟我讲你们的心得，你们就当作没看到。放轻松去玩啊！Wonder 有单身派对，我今天我自己买，我觉得有听题目，然后我还一直，你今天脑子怪怪的。对。如果我现在还是单身的话 ，Wonder 现在都会办单身派对，因为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是在旧的 Wonder 比较小，但现在 Wonder 搬去比较大的地方，然后常常办一些活动。他们现在很常会举办单身派对，看起来都蛮好玩的。如果我是单身，我可能会揪个朋友一起去玩玩看。真的要去玩的话，就放松心情去，但是最好还是找朋友陪你啦。有一些女同志喝酒完以后也是需要保护一下自己的，还是会跟男生差不多可怕啦。他们自己会超尴尬的。我记得好像有过，有一次我们刚好也在那边 ，Wonder 并不会禁止男客人进来，然后所以2个男客人进来喝酒，然后他们应该是直男，然后他们好像是因为刚好经过看起来蛮热闹的酒吧，他们也不知道这是女同志酒吧，所有女生那边嗨的要死，然后他们2个在旁边坐，就是他们超级尴尬、很僵硬的2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发现他们不小心
进错地方了，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偷看他们表情，就觉得很好笑。他们好像喝完就走了。女同志不会去找直男讲任何话，可是也不会去攻击或讨厌他们，只会说你不小心走错路了吼。不太像 gay 吧，就是让直女进去一起玩。女同志毕竟是女生，可能比较在自己的圈子内的感觉啦。蛮少的，对，但还是会有老板娘的好朋友就是 gay， 然后他就常常在里面。我觉得女同志会跟 gay 玩，就是很明显你是 gay， 并不像在 gay bar 里面就是这么嗨，大家就是喝酒聊天。dancer 在跳舞的时候也没有人什么人跳舞，所以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还是我自己去跳，可以去。我觉得 Wonder 会很欢迎大家都去玩。很谢谢所有贝果们，还有大家对我们的提问。我们接下来会努力去想想看要怎么样做更多微电影相关的续集或是不同故事的内容。谢谢你们，就是陪我们到我们40万、41万。觉得挺感动的，没想到可以走到这里。毕竟女同志的题材还算是蛮局限的，没有想到可以拍不同风格的影片，甚至是让大家有不同的感触啊、想法啊、成长啊什么的。真心的很感谢有支持我们的所有贝果每个观众。然后喜欢的话，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哟！叮叮叮叮叮，拜拜。题目是什么？后面的问题是什么？题目是什么？你在放空是不是？我没有在放空，我刚才有认真在听题目，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忘记。频道会员全面优化，欢迎加入贝果果，耶！